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如果你想要从零开始在网上做生意赚钱的话，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很多兄弟姐妹，包括我一些生意上的朋友，都要求我说一下怎么做电商啊。因为最近大家都收到很多关于做电商的广告，就很好奇2022年这生意还能不能做。我就反问他们，你觉得在网上卖东西容易赚钱呢，还是你去开一家实体店容易赚钱呢？这几年因为疫情啊，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人能做实体店发财的，因为很多人的习惯都搬到网上了，在网上消费，在网上娱乐，在网上交流，甚至在网上解决生理的需要。之前新闻不是说有一个数学老师在成人网站教数学，然后年赚700多万吗？所以毋庸置疑啊，凡是跟互联网有关的生意都可以做，因为你先选对了趋势。但为什么很多人都说现在做电商越来越难呢？其实真相不是电商越来越难做，而是传统的电商越来越难做罢了。所以你必须要搞清楚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做生意无非就4个字：低买高卖。而你要在网上卖东西，无非就是搞清楚3个问题：产品从何而来，怎么运输产品，怎么把产品卖出去。那为什么我有资格告诉你这些呢？因为我第一笔的生意就是做所谓的传统电商的，我就是吃了传统电商头几波的趋势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的。所以我并不会告诉你做电商的那些很片面的新手村问题，而是直接把整套商业的模式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也纠结了很久，毕竟这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商业机密，但我还是选择说了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点赞。当你们半年后财富自由了，你就可以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然后回来跟我报喜啊。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频道的存在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首先，我们做生意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定位。你要做上游呢，还是下游呢？上游就是把产品从无到有的人，而下游就是把产品从有到无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上游是最赚钱的，因为你是产品和服务的母亲嘛。产品就是你研发和生产出来的，所有的人都要找你拿货。那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不现实，对吧？因为他们没有这启动资金啊，也没有研发的技术去成为这个产品的上游。那么当时的我也是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就选择了无本生利、空手套白狼的手法，就是低买高卖这些产品。我只需要向这个供应商用很低的价钱买入，然后透过把这个产品包装一下，然后就转手卖到这个市场上，中间的差价就是我的利润。这点我相信大家不难理解，因为实体生意也是这么干的。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产品放在网上卖呢？我当时就看到一个商机，就是国外的人对于一件产品的成本是没有概念的。你比如说，我$5拿回来一件衣服，然后卖给外国人$50，他们都愿意付费，甚至觉得很便宜啊。不是说他们比较笨，而是说他们的消费水平比较高。所以这里面就蕴含着商业里面最高层次的理论，就是信息差。我知道你不知道的，那你的钱就是我的了。所有的商人都是玩这一套，无一例外。所以今天你开一家实体店，你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到什么地方开。比如说你今天开服装店，你就要到卖衣服的地方开啊，因为想要买衣服的人都会去这边逛街嘛，这里的客流量是最多的嘛。但问题来了，这边的租金也不会很便宜啊。那你要卖多少的衣服才能回本呢？而且除非你的衣服很特别，否则你的定价还不能比隔壁家的店贵，因为消费者懂得对比嘛。最重要的就是你只能吸引到那个地方的顾客。今天你卖衣服的生意做到最好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瓶颈，因为你的店地方就这么大了。你想要更多的顾客，你就只能开分店或者找一个更大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做生意的成本更大，你玩的杠杆也更大了。所以你明明看到很多连锁店之前一家接一家的不断的开分店，代表生意很好嘛，结果在第一波的疫情就要全线的倒闭了。也就是说之前那几年赚回来的钱都顶不住几个月的停业。那这个就是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实体生意跟线上生意的区别。而且往后这些日子趋势只会更倾向于线上的生意。也就是说，无论你今天对电商有没有兴趣，
你都必须理解这套线上商业逻辑了。那么我私下准备了一个2022年最新的线上教学，本来是付费的课程，而我团队决定搞一个限时的免费活动。你听懂了整个网上赚钱做生意的逻辑呢？我敢保证，绝对会改变你整个家族的命运。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那么做买卖生意，很多人觉得很困难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联系到这些上游的厂家，同时也无法解决运输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做电商的原因。以前我最早的时候是真的跑去不同地区的批发市场去找货源和供应商，其中以内地为主。原因很简单，便宜嘛，我可以把我的成本压到很低，而且质量其实也没有很差。因为我自己亲自去看过实物，然后这些供应商一般都会给我一些物流公司的资料，比如说今天我告诉他们我要把货物运到美国、比利时去卖，那他们就会介绍我物流，又或者我自己到网上去找物流，然后就去算好价钱，算好成本，之后就去定价，看看市场上有没有相似的产品，他们卖多少钱，为什么我要比他们卖的更便宜或者更贵，我们就要去找到这个理由。因为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的话，那更说服不了消费者付款了。那么这几件事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已经觉得很困难了。就是很多人想要创业，但都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不愿意真的去实践，真的飞去那些批发市场去看。你永远不去接触，难道你就觉得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你吗？我真的很讨厌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自己是创业者，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是我以前的玩法，我这个玩法呢也不止我一个人知道，一些聪明的人也知道这个模式，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套新的模式，让我们可以完全的躺在床上，透过一部手机就解决货源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互联网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在网上卖东西，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网上找货源呢？如果客户在网上看中了我们的产品，然后他下单了，但他这个订单如果能够直接给到供应商，然后供应商帮我们处理所有的流程，包括了包货、发货，然后直接运到客户的手上，我们就当那个中间人，赚中间的差价，然后我们只负责销售。如果这套模式能够实现的话，那是不是说只要顾客在我们的网店下单，然后我们收完了钱，产品就会自动的寄给顾客，我们也不需要处理订单的细节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先把定金给供应商，也不需要囤货，更不需要跟物流联络了。这一切供应商都会帮我们搞定，而我们只需要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定价，然后想办法把这个产品接触到顾客，最后让顾客付款就 OK 了。那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这整套流程已经实现了，我们只需要在 AliExpress 选择产品，然后只需要有顾客下单， AliExpress 就会把产品运送到顾客的手上。你比如说今天我想卖一个香薰，然后我在 AliExpress 找到产品单价为3块，运费为4块的香薰，那么整个成本是7块，对吧？那我就卖给外国人20块，这不过分了。只要你能够卖出，也代表他们觉得这20块值得给。如果你认为这很过分，那你就不适合做商人，因为做生意就是这样的，低买高卖。以前我们内地发国外可能需要3到40块美金的运费，现在不用了，因为 AliExpress 都是国外运国外的，他们的货就在国外，所以我们还可以卖便宜一点。而我刚才说的整个过程呢，都是自动化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靠这套模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那么我并没有 AliExpress 的业配，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找到很多操作的教学。那这套模式现在在国外有一个名词叫 Dropshipping， 在国外也比较流行，但整套模式呢也不是外国人发明的。AliExpress 其实是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弄出来的，只不过这套模式的系统在国外比较流行罢了。那么当我们解决完了货源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怎么把产品卖出去呢？刚才也说了，我有一个2022年的免费培训，我会在里面告诉大家几个秘密，包括我本人创业不会对外公开的秘密，然后如何让顾客像买苹果产品一样去排队买你的产品，这是一个自动化吸引顾客的方法。然后就是如何运用这套方法在我们的网络事业上，最重要的是整套的系统可以为我们带来比房地产和股票更可靠的被动收入，而整个过程呢也不需要我们投入太多的成本。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啊，
因为整个课程都不能重播的。那为什么我说我能吃到电商的头几波趋势呢？因为当时是亚马逊门槛最低的时候，进场非常的容易，而且竞争也没有那么大。如果你没有试过亚马逊，你可以理解为淘宝，他们都是一个搜索平台，跟 Google 一样。比如说你今天在 Google 搜索一件产品，比如说牙膏好了，然后头几个搜索的结果都是付费的广告，因为他们付费了，所以他们在搜索结果里面排名可以比较高。那么之后没有写着广告的，就是 Google 这个平台推荐的。那如何做到让 Google 这些搜索平台推荐你的产品呢？答案就是做好 SEO。SEO 简单来说，就是让这些平台知道我们想要表达什么。因为这些平台不是人手操作的嘛。今天你卖牙膏，他未必知道你这东西是牙膏啊，所以我们就要从标题啊、产品的描述啊、test 啊，加上一些关于牙膏的关键词。就像大家平时在 IG 发帖，你们加 test 一样，让 IG 这个平台知道你这个图片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比如说你今天拍了一张游泳的照片，然后你贴上游泳，那么在 IG 上搜索游泳的人就有机会看见你的照片。而当时我们在亚马逊做跨境电商，也只需要把 SEO 做好，然后亚马逊就会推荐我们的产品。因为我选的产品在当时是比较冷门的，也就是说竞争比较小，所以只要人家搜索我的产品，那么我的产品肯定会在搜索结果里面的头几位。这就是传统电商的玩法。现在 AliExpress 选好货品，然后直接拿去亚马逊卖，之后就是做好 SEO， 把产品加上一些 marketing 的包装，找人把产品重新拍照，让它看起来很高大上。那么这个就是传统电商的玩法。这个玩法呢，如今也有很多人去做。那如果你想要靠这套方法去赚钱的话，你启动的资金可能需要几十万到100万美金了。原因很简单，你现在想让亚马逊、淘宝这些平台推荐你的产品，你必须要付费卖广告。因为当你还对电商这个词语很陌生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市场，也就是说，很多的商人看见你这样赚钱，他们就会模仿你，你卖什么他们就卖什么，你怎么做 SEO 他就怎么做，然后还卖的比你便宜，而且还搞广告。那么你听起来很邪恶，对吧？实际上呢，这就是商业的竞争。我们做任何生意都是这样的。今天你在夜市卖泰国小吃，然后你生意很火爆，明天在你旁边就会看一家跟你一模一样的泰国小吃店。所以从我第一天开始做生意，就已经预测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整件事也非常的不靠谱。因为亚马逊这些平台，它是一个商业的平台，它也要赚钱嘛，那它凭什么推荐你的产品呢？除了你本身做得很好以外，就是你的店已经拥有庞大的客户，而你卖的产品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否则，如果我是亚马逊，我也不会推荐一个跟其他商家一模一样的店，都是卖一样的产品，都是在 AliExpress 取货，然后都是这样做 SEO 的店。所以现在新手想要做跨境电商的话，想要把产品卖给外国人赚差价的话，亚马逊的门槛肯定比较高的。那么穷则思变嘛，我们也不需要怎么思考，因为聪明的人都帮我们想好了。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就自然会有聪明的商人帮我们解决。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工具，叫 Shopify。我这样去比喻，大家就懂了。以前你的产品要放到亚马逊去卖，亚马逊就像一个大型的商场一样，你想在最多人看到的地方卖东西呢，你就必须要付贵几倍的租金，也就是你想在搜索结果的最前面，你就要给广告费啊。这样我们去理解亚马逊是中心化的，价高者得，就是这里面的玩法。也就是就算我们再怎么努力，怎么把产品做好，怎么把 marketing 做好，最后还是看你付了多少钱。那么这就不是生意了，这样应该是投资。我投100万去付广告费，赚回来101万，我还是赚钱。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那么 Shopify 呢？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帮你自己建立一个商场，也就是说你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网站。这个网站呢，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你可以在里面卖任何东西，别人到你的网站只会看见你的产品，不会看见任何竞争对手在你的网站里面，因为这个商场是属于你的嘛。那么 Shopify 也没有给我业配啊，但我简单的说一下 Shopify 呢，它会给你很多的模板，让你很轻松的去建立自己的网店平台。就比如说顾客要付钱给你，他要用信用卡的方式，你本来就不知道怎么收钱，对吧？那 Shopify 呢，就会提供信用卡、PayPal 这种常规的收费功能，
他可能帮你先收钱，然后再转到你的银行里面，他就赚你的手续费和年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在 AliExpress 选好的产品，通过一个叫 Overload 的软件，然后把它直接复制到你自己的 Shopify 商店。也就是说，当顾客下单了以后， Shopify 就会透过 Overload 这个软件帮你在 AliExpress 下单，整个过程呢又是自动化的。当然，如果你的生意很稳定的时候，你可以在国外租一个仓库，然后在内地找一些货源，然后一大批运到国外的仓库，这样的成本就更低了。甚至说你生意起来了以后，你自己生产这些产品也是 OK 的，你自己做上游和下游。那么很多的大企业、大品牌，比如说 G-Shock 啊，都是用 Shopify 来搭建完全属于自己的虚拟商场的。那么这个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啊。因为当时我们这些没有学过电脑工程的人呢，根本就不会搭建网站，所以目前呢 Shopify 就成为了跟亚马逊和 eBay 这些大的电商平台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了。但有一点大家别忽略啊，这样的平台本质上是属于你的，但你的商场就有可能会没有人来啊。什么意思呢？本来国外的人一想到网购就会到亚马逊嘛，所以亚马逊就会囤积起很多的用户和流量。而你的网店虽然是属于你的，虽然说只要有人在你这边买东西，很大一部分的利润都是属于你的，但问题是没有人认识你啊，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在一个不认识的网店买东西啊。你比如说 G-Shock 这些手表大品牌，大家都认识，然后他们每年都会投放大量的广告费、代言人费，那这样很多人就会到他们的网店购物啊，因为有知名度和曝光率嘛。所以我们当时就进入到一个付费的广告时代。几年前最多人用的平台还是 Facebook 和 IG。那么当时如果你在 Facebook 有100个朋友，你发了一个贴文，这帖子就会出现在你100个朋友面前，除非他们没有打开 Facebook 或者 IG， 不然他们一打开就会看见你的贴文。所以当年在 Facebook 搞商业引流呢是非常容易的，你只需要想办法让用户追踪你的粉丝专页，你搞一些活动啊，搞一些有趣的直播啊，都很容易吸引到一些用户来到你的 Facebook 和 IG 专页，之后你在里面推广你的 Shopify 网店，就很容易成交了。但后来 Facebook 这家公司呢，被很多国家强迫之下，就收紧了贴文的要求，原因就是 Facebook 它的贴文推荐功能呢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很多商人都利用了这个漏洞，不断的洗版，也造成了对用户的骚扰。于是 Facebook 就改了机制，以前你有100个粉丝，你发的贴文你就有100个粉丝去看，现在你可能只有5个粉丝能看见你的贴文了，以至于你必须要在 Facebook 里面去打广告，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去做付费的推广来引流到你的 Shopify 网店。那么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 Facebook 掌握了很多用户的数据库，他们当时的广告是非常的精准啊。比如说今天我卖篮球用品，然后我在投放广告的时候呢，在关键词或者兴趣那边很简单的就对准那些喜欢打篮球、看篮球甚至喜欢运动的人就 OK 了。那么当时的广告费也不贵，而且 Facebook 收了你的钱，它的人工智能也会把你的网店推荐给那些喜欢打篮球的特定人群。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或者目前也在经历这种洗脑式的广告，也就是你一打开 Facebook 就会出现我的产品。洗脑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啊，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产品，但我们就缺乏一点动力，那么这些广告就是推动我买这个产品的动力。比如说我以前学了开车很久了，有驾照，一直很想要买车，但却没有动力，那我一日没有车，我一日都不会去开车的，那我一日都不会真正的开车啊。因为你学会开车和你真正在马路上开车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是被 Facebook 的广告疯狂的洗脑，然后刚好我朋友有提供卖车的服务，这洗脑式的广告呢，轻轻的推了我一把，才让我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车，让我正式的成为司机。那这当然是好事啊，销售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最棒的行业。但是问题来了，从国家的层面来看，问题就很大了，因为 Facebook 他们掌控了人们的喜好，他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啊，这样对国家的威胁就很大了。所以在不久之前呢， Facebook 的广告审核就变得越来越严格，以至于无论我们投放的成本还有广告的精准度都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看 Facebook 过去的广告收益也低了非常的多啊。以前广告是他们主要收入，现在他们就要去转型去搞元宇宙了。简单来说就是以前我们只需要经营一个粉丝专页，后来就要去付费打广告，但这些我觉得都已经失去了效率，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内地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叫做直播带货。一些网红会跟一些卖货商人合作，我们给网红提供产品，他们把顾客引流到我们的网店，我们会给他们试用产品。那么当他们觉得产品没有问题的时候，答应我们合作的时候，这些网红就会透过互联网的力量，把产品推荐给他们的粉丝，跟这些粉丝去介绍一些产品的功能啊，对比其他产品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坏处啊，为什么值得购买啊等等。就是以前的销售员一般都不被人看得起嘛，现在很多的销售员呢都做起了直播带货。内地最红的那几个，一年交税就交了几个亿，谁看不起谁呢？所以这个时代，谁拥有了流量，谁就掌控了商业的命脉。因为当所有的人都愿意把时间交给你的时候，你就是所有商人的王啊，你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啊。他们想要做生意，就必须要经过你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所有的人，你想要在互联网上创业卖东西，你都要有成本，而且这个成本越来越大。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去做那个控制流量的上游呢？为什么你不直接赚商人的钱呢？这些愿意在你这投放广告的商人呢，他们的消费水平是最高的，而且你也不怕没有生意。今天你不推他们的产品，在等候名单那边又会有另一个厂家的产品。但是直播带货这个行业在国外还是不流行啊。你想要在国外找网红打广告，你只能找那些 IG 的女神男神，而且直播对很多人来说也特别的困难，因为口才是有门槛的。而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短，就像大家看我的影片10几20分钟，可能已经是极限了。那么回归做生意最重要的原则，流量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2015年呢，有一个4岁的小孩问他的母亲，为什么其他的小朋友都可以拍自己玩玩具的影片，而我不行呢？这一个问题啊，从此就改变了他整个家族的命运。他的母亲辞掉他高中化学老师的职业，全职的在网上替他的儿子经营起一个 YouTube 频道。整个频道就是一个小孩在开箱他的新款玩具，然后在里面玩玩具，还有搞一些 DIY 的科学实验等等。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化学老师嘛，这样的频道呢，让这个小孩每一年单纯是 YouTube 给他的广告费啊，都3000万了。我说的是美金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这个小孩掌控了销售的途径，那么如果他能够卖自己的产品呢？这时候，这叫 Ryan Kaji 的几岁小孩，他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就是卖玩具啊、牙刷啊、服饰啊等等，他自己做起了电商了。因为他有流量，而导致了他可以拥有选择，以至于他能够在这些品牌里面赚到2个亿。我说的还是美金啊！大家看到里面的核心了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一件事，将来只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意搬到网上，而如果你想要掐着这些商人的脖子，你必须要掌控流量。这件事难吗？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困难。人家小孩就是去玩，然后他的母亲帮他拍影片，整个模式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很多人居然都不相信。穷人与富人的区别就是，富人一看到别人成功了，他就会去把人家成功的方法用最简单的方式套用到自己的身上，而穷人就只会站在原地去质疑这套做法。而我不知道你们属于什么人，我们看整个趋势，越来越多搞电影的、搞音乐的，甚至几个亿美金的明星呢，都去 YouTube 开一个频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抢先占领这个市场啊。而刚才也说了，亚马逊这种是属于中心化的平台，那 YouTube 呢？大家可能不太懂里面的游戏玩法。YouTube 不会看你是谁，只要你的影片有人看，能把用户留在你的影片， YouTube 就会推荐你的影片。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影片做得比那些明星更好，我们的影片就会被 YouTube 推荐。而整个过程呢，我都没有付过1毛钱给 YouTube 啊。也就是说， YouTube 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普通人都可以在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拥有流量。我也不害羞的说，我目前的订阅数也比很多的明星都还要高啊。但我只是一个商人，当时我说我自己要做 YouTube 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起我，而现在他们都在求我，让我教他们，因为这真的不是随便做，是有方法的，是有一个科学性可以复制的系统的。当然我也不可能1对1的教他们，我自己开设一个创业商学院。如果你想要跟着我永久的去学习创业，你想要我从零开始手把手的带着你，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 YouTube， 就是说就算你不懂互联网，
不懂设计，也没有接触过创业，我在创业商学院里面都会把每一个人当作新手一样，从零开始去教。所以如果你认为我是这个行业的专家，如果你想要拥有我1/10的流量，更或者你想要超越我，你都可以投资自己，在影片描述栏上走进我们的创业商学院。现在加入，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我还会送给大家永久的财富自由品书会汇集2个部分。第一，我会在里面不定期的分享财富自由的思维课程。第二，大家可以享受我们团队拆解100本书的音频。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我们会在里面互相交流赚钱的第一手资讯，互相认识朋友。我们之后不但会取消这个优惠，还会随着内容的更新呢，不断的涨价。所以在互联网上做生意，免费的就是最贵的。以前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把 SEO 做好就可以靠做电商赚到第一桶金了。而现在如果你想要做电商的话，虽然门槛还不是很高，但你也必须要投放资金做推广。无论你是想要找网红，还是直接在社交网站投放广告，这已经演变成平台，就像当年的地产商一样。以前我们做生意要租店，然后这些地产商就囤积了很多的商店，盖很多的商场，然后以昂贵的租金租给我们。现在线上的平台也一样，所以我们要找去中心化的平台，只有这样，我们普通人才有机会在网上白手起家。而自媒体是我认为这5年到10年的唯一出路，比如 YouTube 还有海外的 TikTok， 但里面的运营逻辑呢都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看完了这部影片，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未来的发展，到底是继续为一家做实体生意的公司打工呢，还是自己当老板，在网上经营起自己的生意呢？那么如果你还是想不明白呢，一定要走进我们2022年的免费培训，你会找到答案的。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